飞跃。他这是看到幻象了。此术竟有如此之能！青幽山竟藏着这样的秘密，这情术可制造幻象，以吞噬杀人。我借刀杀人，正好除了范月，顺道将这情术一起毁了，也算是功劳一件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崇昭还是没有带走白术。别靠近，这是我族圣术，飞狐族人靠近会被攻击。山主，你快将人放出来！你放心吧，以他那一身妖力还撑得住。等我先去料理了茯苓，再放他出来也不迟。醉不醉都放肆一回，因为爱是痛快的滋味。飞跃，如果撕开我心扉，能抱紧你一回，就算这痛会结局。时光它也似枯萎。飞跃，你不是其余妖王吗？你再不行，我就要陪你一起死了！把这天空为你撕裂。已经做错太多的事情，不仅为你拥抱着火焰，就算会湮灭，还能吻你的脸，燃起我的残月，将化一生热烈。不会。怎么样？伤得不重，你呢？放心，要死，本殿绝对死在你前面。区区情术也敢觊觎本殿的力量，本殿只不过是顺势而为，入内查探一番罢了。如今正好将它毁了，以绝后患。哎，这情术乃是金幽山根基，若是毁了，长妹怕是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到那时候，别说弱水石了，平安离开都是麻烦。这里的确是我看到过的地方，你也被情术所吞噬。无念时的画面已经应验，可是怎么却无事发生？小心！这不是尸体，应该是树灵，他的力量不够强，还不能化为尸体。应该是你的血造成的。我静幽山族人数年修为，就这样毁在你的手上。冷泉宫果然好大的胆子！你与我师尊也算是多年故交，今日茯苓所为，只为了对付范月。山主若是在此杀了茯苓，就不怕我师尊前来问罪吗？哼，搬出阵雨来就想威胁我，那就让他亲自来为你受尸吧！
七，阿七，阿七！既然如此思念，为何不将他从树下放出来？皓月店主几时也玩起了这种捉弄人的把戏了？本店来只不过是想求证一件事。昨夜本店在这情树之中，感受到了一道灵念。离开情树之后，那道灵念化形攻击了我和白霜。灵念中的妖气，与本店在荣仙院庭之中所化之人阿七极为相似。本店本不敢确信，不过看山主如今这副神情，想来这树下埋葬之人，便是山主的爱人阿七吧。他竟然出现了，不错，800年了，我与他阴阳相隔，如今这世上知道我跟他曾经相恋的人已经不剩几个。没想到，店主也是其中一个。机缘巧合罢了。店主曾经扮演过阿七，可阿七却没有店主的幸运。所中之人，能够常伴身边，还有能力护他一世平安。店主前来讨要弱水石，为的就是白姑娘吧？山主聪明。哪里是聪明，只是见过相爱的模样。店主瞧着白姑娘的眼神，我也曾见过。只可惜什么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才会让阿七深埋在树下？情树枯竭，为什么？白姑娘可知，情树的根系之下，原本埋藏的是弱水石。弱水石，乃是狐族先辈用至爱之力所化成的珍宝，所在之处，灵力润泽，源源不断。1000年前的一阵后，狐族人才凋敝，我们兄弟2人与山主苦苦支撑，努力多年，好不容易迎来狐族中兴之际，但800年前，弱水石忽然丢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应该就是昨晚。今日一早，我带幼虎前来，便瞧见情树所有的叶片散落一地。我用灵力探了探，这下面已经空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关闭山门，阻断进出。不管什么人偷的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弱水石找出来。不行，眼下周边各族都对静幽山虎视眈眈，若是大张旗鼓的查被外人发现情树有异，一定会趁机生事。狐族好不容易才喘息过来，经不起风波了。可若是任由情树枯萎，族中后辈便不能种下情脉，无法再修咒术。这样下去，静幽山也一样会有麻烦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们说怎么办吧？用我的命来填。什么意思？弱水石提供的不过是灵力养分，只要继续给秦树提供灵力，它就不会枯萎。如今狐族灵力最深厚的就是我，没了弱水石，用我的命就是。阿武，不要胡闹，你是山主啊！正因为我是山主，这件事才必须得在我的手里解决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族里的那些氏族，个个都揪着阿姐当年的事情不放，就好像灭他们满门的不是荣仙，而是我阿姐一样。那你也不能拿性命来赌气。我不是赌气，我是累了。阿七，这些年，你我殚精竭虑为狐族所做的事，在他们眼里，都是理所应当的赎罪。我受够了被他们在背后戳脊梁骨，还有看他们脸色的日子。拿我这条命赎给他们，好让他们知道，我阿姐从来都不欠他们的。当年荣仙之事，乃是悲剧一场。狐族就算要恨，也应该去恨荣仙，为何要责怪玲珑，甚至是迁怒于山主？店主难道不知，心中的恶才是世上最毒的东西吗？玲珑还是圣女的时候，那些人一个个奴颜媚骨、卑躬屈膝，一朝大厦倾覆，
玲珑爱容仙，他为至亲而死本没有错。若不是狐族与昆仑之间的事情，或许事情本不会如此。他的爱成了人人口中耻辱的罪者，受尽骂名。狐族的仇却成了那些人怨恨我的依凭。我本该一死了之，也算是个解脱。但可惜，阿七他爱我，爱一个人，就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他的命。我最遗憾的是瞧不见你穿上那件嫁衣的模样。不要，阿七！不要！阿七死后，山主消沉了好长一段时日。没了兄长，我也只能更卖力地照顾狐族，好让他的命没有白填。情树有了养料，自然又枝繁叶茂了起来。就这样，一晃几百年过去了。本以为一切都会平安无事，可是兄长的灵力，终有耗尽的一天。所以，秦树才会开始吞人，是为了继续获取灵力。起先，我们也没察觉到什么异常。后来直到几个外族人来访，不留神路过情树，遭到吞噬，山主这才明白过来，情树之下有阿七的尸身，阿七一生忠于狐族，忠于山主，所以不会伤害族人。可外族人就不同了，要是有人靠近情树，便会被情树散发的爱欲所惑，瞧见心中所念之人事物的幻想，主动赴死。你的意思是阿七在伤人？情树如今成了这般妖邪之物，绝非我兄长本意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白姑娘，你曾亲眼在幻境中见过我兄长，你应该能感觉到，他是何等正直良善的人。我们兄弟二人自幼一同长大，只言片语说不尽我对他的了解。旁人或许不明白，但白姑娘你一定能感觉到。我相信阿七的为人，可眼下秦树会吞人，也是事实。所以，我想拜托姑娘将此事查清楚。你能让容仙千年的执念消失，也就一定能让我兄长的残念得以消解。常务愿用一切代价答谢姑娘，什么都行。不可能。阿七献祭秦树之后，灵念从未出现过。昨夜突然出现，必然与白姑娘的血有关，一定是无念石之力，是神迹。范月，我无意争夺那个石头，更不想与你为敌。我真的只是想再见阿七一面。我保证，我不会伤害白姑娘的性命，只是需要她一点点血。本殿说了，不可能。你答应3日将弱水石交予本殿，已是骗了本殿。本殿念你与阿七是无辜之人，未与你计较，不要再得寸进尺。可店主，你也是明白情的人，当真就不能怜悯一下我们二人吗？容仙留下的幻境，便是店主与我们之间的姻缘，算我求求你，可以吗？我答应你。白姑娘，白说你是偏要与本殿唱反调吗？而今你的身体自顾尚且不暇，你有什么资格帮别人？我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也清楚我在做什么。山主话说的没错，你我应该是最了解阿七的人，他不会做出伤人之举的。你还记得玲珑最后说过什么吗？他要阿武远离仙妖之争，照顾好自己，
过自由安宁的日子。可这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这是玲珑的心愿。可是阿武，他为了狐族，没有选择自由，而是选择了责任。若我这次没能帮阿武，我心中会有愧。狐族的人不是你杀的，阿七也不是你害的，你心中能有什么愧呢？但眼下我明明可以相助，难道要我视而不见吗？但你终究是一个人族，却是侥幸得了无念石的人族。山主，从前我从玲珑口中知道了你，也体会过玲珑拉着我的手，将我当作妹妹照顾的温暖。山主不知，我本也有姐姐，如今也不在我的身边。我相信，若玲珑还在，若我的姐姐仍在，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妹妹受天人永隔、不得相见之苦，而什么都不做。千年前的悲剧早该结束了，我愿意帮你。白姑娘，山主见谅，有些事我们还要单独聊聊。哎，出来！你还要躲我到什么时候？没躲。那好，白寿将一件长妹赠予我的东西放在你那儿了，东西呢？没见。石头，你撒谎的功夫真的很差。你当真要这样躲着避着，再也不同我说话了？你不喜欢木九，为何要同他成婚？就算是假的，也不该如此啊！我喜欢他。只是刚刚开始，只是很少的一点，浅的我自己都差点没发现。但你跟他动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紧张，会觉得担忧。也是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喜欢他。你喜欢了他，那我怎么办？这时候怎么办？我们还是我们，还是朋友。这个世间不仅仅只有男女之情，你和我，我和店主，是友情。苍山，只是友情。现在，那件嫁衣可以给我了吗？什么都不必说，此事本店绝不会答应。你还记得当初你安城时，我为什么想要成仙吗？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大神仙救了我和姐姐，我俩的命都是他给的。他说神的寿数漫长，等不到我的报恩，所以我才想要成仙，想要实现自己的诺言。如今你在半道上，将自己的命随意送出去，看来你是早已将恩人之言抛之脑后了吧？我知道你是担心我。若水石下落无踪，无念石在我体内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你是自己的安危于不顾，只想着先救我。范月，我很感激，谢谢你。但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。那长妹是一只活了1000年的老狐狸，她今日所言真假几分，你尚且不知。阿七的死不过是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的故事，这其中疑点重重，你难道就不怀疑吗？好，他隐瞒的事与本店无关，狐族的危机本店也不想管，取你几滴血听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但若他是另有所图呢？我知道，但我也想弄清楚情书背后的秘密。如果知道自己将死，便什么险都不敢冒，畏首畏尾，苟延残喘。莫说恩人，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。这滋味，你该是最了解的。
七星燃回。